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刚刚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不列颠战歌，顾名思义就是要更新不列颠之王的 KVK 地图了。这个地图也算是我今年比较期待的地图之一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期待的就是之前有介绍过的强攻金弩，也是有幸的参加测试版本，这一次有没有机会？这一次的版本更新，国际服会在10月22日更新，国服会在10月24日，国服会延迟2天。那么预计更新之间也是3个小时啊，在国际服大概也是要等到差不多下午2点马来西亚时间左右就会更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更新内容有什么东西。首先就是这一次更新的主题，全新征服赛季剧本不列颠之王即将开启先锋体验。这个也就是年度剧本，这个已经是跟官方那边确认过了，每一年都会出一个年度剧本，并且出一个年度剧本的时候都会推出一个新的统帅，叫做年度统帅。像这一次朗纳尔就成为年度统帅了，明年可能会有其他的统帅。那么这一次更新的活动有包括眼疾手快，就是拼图的活动，还有出世锋芒活动期间可现实体验维京文明传奇统帅巅峰朗纳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啊，在之前官方是没有给我们去测试新统帅的。既然官方可以放得开让我们去测试巅峰时期的朗纳尔，我觉得朗纳尔应该不会太差才对。那么严格来讲，在之前我们是已经看过朗纳尔的技能了，只是还没有看到数值而已。我是已经对第9代的统帅不抱任何期望了，所以希望朗纳尔可以好一点。接着诸神启示，抽取卢恩符文，为困惑的问题寻找答案吧。分享符文组合可获得奖励，这个就不确定是什么活动来的，之前没有见过。但是这个活动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像之前有一些村民啊，就给我们一些委托任务，让我们去接取任务、完成任务之类的。第4聊天关键词，在这个活动开启期间，每日在聊天频道中首次输入剧本预热关键词，比方说不列颠之王、荣誉决斗、决裂、维京、英格兰，可触发并获得奖励哦。所以各位记得把这几个关键词抄下来之后在游戏聊天的时候就可以写上去，可以获得一些奖励。在剧本中可以体验下列特色玩法，选择初始行省，根据远征前夕的排名，也就是我们的前置，所以这您可以依次选择本次进入失落之地中的初始行省。那这边有介绍4个行省了，我这边就不一一介绍了，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有分成英格兰的区域或者是维京人的区域，并且增加的数值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根据这个句子的说法，也就等于说你的前置分数如果比较高的话，你就有选择优先权，分数越低的阵营就没有选择权了。下一个荣誉决斗，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有点类似像日落峡谷那样子的，组队参与决斗比赛，为维京或英格兰一方而战。像前面我就跟大家讲过了，你们会分成英格兰或者是维京队，赢取兵法典、荣誉称号及全阵营争议效果等奖励。还有全新的兵法系统，需要使用兵法典购买兵法卡，组合卡片以持并战场，随编年史进程将会解锁更多全新的兵法卡。下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部分就是洗劫城镇，失落之地内存在维京和不列颠2类村庄，洗劫敌对村庄将获得丰厚奖励。这个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区域里面去打其他村民的城市。但是我有一些观众看到中间的城市被囚笼了，他就认为说这个是囚笼之后的一些特效之类的并不是，这个是这个剧本里面的一些特色而已。最后一个就是之前有介绍过的朗纳尔的专属密室，在 SP 朗纳尔佩戴了雷神腰带之后，他的技能就会对所有的兵种生效。那当然这个专属密室呢也只能在这个地图使用而已，并且在我刚刚所讲的所有内容呢，全部都是这个地图里面的活动还有专属的东西。至于这个地图的详细玩法、地图设计还有一些特别的内容，我会在游戏推出了之后再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这个剧本的，希望不要让我太失望。接下来第2个部分跟新的剧本没有关系的，全新活动及功能上线。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就是那个骗钱的女人又跑回来了艾斯梅丽达的祝祷，只能期望这一次转盘里面拿到的奖励都是一些装备材料吧，否则其他东西都不是很值得。还有包括保护物资啊，艾斯梅丽达的收藏、3方问鼎，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你要跟其他2位玩家组成一个队伍去打其他的玩家，这个打的时间很短而已啊，算是一个小活动，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参加。最后荣誉之路就是储值的活动，你在储值之后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统帅。下一个部分就是我之前没有做影片跟大家解释到的东西，就是 VIP 等级更新。这一次开放除了会开启 VIP 19之外，还有更高等级的至尊特权，还有更新对应等级的争议效果。
在之前我所发布的天文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的训练速度会提升 5%， 还有我们的攻击力会提升 5%。 除此之外还会推出至尊特权商店，还有对应的专属宝箱和特别尊享礼包，就是我们点击 VIP 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个2个箱子。不知道在更新之后会不会每天可以获得4颗金头呢？达到至尊特权的玩家可以在至尊特权商店兑换全程特效、行军特效、城市特效等专属装扮。这个在之前也是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看起来比较酷炫而已。系统更新之后，玩家没有使用到的 VIP 点数道具都会被保留，那些溢出的 VIP 点数将会以道具的形式通过邮件返还。我们先说 VIP 的部分吧，就是明明策划之前有答应过我们不会提升数值，结果他们还是提升了 5% 的训练速度，还有 5% 的攻击力。也就是说他们已经食言了。我是觉得说 OK， 在他们还没有答应之前呢，提升数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在他们答应我们不会提升之后再提升数值，这个有一点不太妥。我觉得策划应该会被骂，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玩家之间的差距。尽管 5% 的数值不算特别高，不过在更新之后我可以马上提升 VIP 19，到时候演示给大家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还有兑换特效之后的一些动画表现。第3点也是我大多数观众比较期待的部分，新增休假许可功能。进入征服赛季后，国王可以对本王国玩家发放休假许可各位要注意，这边是说征服赛季之后，如果你是征服赛季之前的玩家是不能休息了。对方接受后将进入休假状态，休假状态下的玩家不会记录王国匹配分数。同时在失落之地中，该玩家活动范围也会被限制在初始新生，直到 KVK 结束为止。等于说这些玩家是真的要休息的话，就从头休息到尾为止。不过还是一样，这里并没有说到会给多少的休假券，我个人估计应该也不会太多，大概一个赛季3个左右吧。第4点，日落峡谷大赛开启。那其实在征服赛季之前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活动，我忘记在 K2 还是 K3 了。那开启这个活动的时候有分成预备赛季跟非预备赛季，等于说在 KVK 期间跟不在 KVK 期间啦。本活动所生效的争议范围有所差异，具体请查看活动规则说明。在本活动中，根据所处的赛季匹配4个王国为对手进行比赛，比赛流程分为预选阶段、正赛阶段、冠军展示阶段。根据日落峡谷积分竞选正赛选手，并通过多轮比赛逐出胜者。比赛的进行方式有点像奥林匹亚之巅，但我这里本身对日落峡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因为我的部队的关系全部都是骑兵其实在日落峡谷没有什么好处并且再加上现在日落峡谷又要追求装备军器了，所以基本上我没有什么机会了啦。下一个赛罗利危机活动更新，新增可挑战首领死水鳄，不会读死水鳄鱼马拉婆婆，对于传奇难度下的敌方新增技能又提升，现在已经很难打了咯。添加了提示及攻略，从而助力玩家更好的制定策略并击败首领。其实老实说啦，就算他们增加这些东西呢，还是一样啦，你找路人匹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像之前的泄露图，我跟大家推测过，这个马拉婆婆应该是有3个怪的，然后它其中2个会转换成火跟雷，就是我们需要用同样的属性去打败它这些怪，所以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玩法，之后也是要出一个攻略跟大家介绍。第6点，统帅叙事更新，新增比约恩和哈拉尔统帅的叙事就等于说我们之后会有比约恩跟哈拉尔的表情包了。同时会优化统帅在城市内的效果，未完成对话的统帅不会停留在建筑物附近。同时缩小了统帅头顶对话气泡，完成叙事之后统帅不再阻挡点击。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更新吧，因为之前我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一直不小心点到统帅的对话气泡，我真的是烦死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跟官方那边投诉2次了，现在终于更新了。下一个部分，失落之地相关优化，在军团及阵营的荣誉值排行榜结算奖励中增加了等级4、等级5成员的奖励。这个优化只会在新开启的失落之地中上线，在 KVK2 还有征服赛季中，不包括 KVK3 还有小赛季。优化了失落之地编年史第1个章节任务，下调了所需要建造联盟要塞的数量。本优化只会在版本更新后开启的失落之地中上线。这个东西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它这个要求数量太高了，就变成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打 KVK 的时间这么阴间，都是在半夜5点左右就是其他王国建造的速度太慢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那个时间没有办法调整，所以下调需要建造的联盟要塞数量，这个是蛮重要的。
优化了征服赛季英雄战歌剧本达成举国之力系列征战成就所需的荣誉值，不同的赛季达成条件不同，所以要根据游戏上限为准，但是他这边并没有说上涨或者是下调了。最后在第3赛季及征服赛季聊天频道中增加了发言人的军营标识，就更容易去辨认到底是谁讲话的。基本上失落之地相关优化就是一些小调整而已。接下来其他优化及更新，首先峡谷争夺战优化，这个是以联盟为单位的对战，有点像日落峡谷那样子。调整单次活动时间，使活动节奏更为紧凑。调整了征战金币的获取规则，新增活动任务及征战金币奖励。同时单次挑战和胜方成员结算时不再获得战争金币。胜方活动结算奖励将调整为一致，但战利宝箱只有胜方可开启。可以在联盟聊天频道中分享战利品宝箱的开箱奖励了，更新活动商店可兑换的奖励，还优化了部分界面的表现。老实说，我对这个活动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跳到下一个部分。游历系统新增军器自动回收功能，可自动回收符合条件的军器我就讲我们不用自己手动去回收了。因为我发现到大家在游历的时候会不小心点到回收自己想要的军器了，所以这个自动回收功能可能会好一点吧。下一个统帅界面更新，新增常用功能终于更新了，被设为常用统帅将置顶显示。哇，这个我也是等了蛮久的。在这个更新之后会更方便我们去选择统帅，或者是要换一些装备军器之类的。像我们目前只能选择比较稀有的统帅，或者是战力比较高的统帅。那有一些可能你换下装备之后它战力就变得比较低，你要拉到很下面去。所以这个更新还是蛮方便的。在显示宽度允许的设备中，可将统帅列表由2列展开为3列显示。我认为这个是针对于那些萤幕比较长的电脑或者是手机设备玩家。老实说，我们那个萤幕画面这么长了，只能看到2排是真的有点浪费啊。它增加3列其实还蛮方便的。进行虔诚时将不会被野蛮人部队影响到虔诚位置了这个也是等了很久尤其是在 KVK 的时候但这边只是说野蛮人而已我不确定卡哈尔或者是洛哈之类的有没有受到影响。像我们打 KVK 的其中一个策略呢，就是到处虔诚，然后开一大堆的洛哈出来，导致到敌方没有位置可以让他们虔诚了。如果这个也改掉的话，可能我们之后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去玩了。优化了观战状态下的王国名称、失落之地名称的显示，使其不会遮挡观看。这个部分所说的就是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失落之地编码，或许之后会调整位置或者是缩小，让我们看的不会这么明显吧。下一个也是我比较期待的，大地图战略视野增加更高显示层级。此外，玩家可以通过战略视野观看整个地图的形势正在进行的战役信息。这个我在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我看到评论区也是有不少的玩家反馈说，哇，这个更新之后确实会比较好，比较方便去观看。第7点，进行科研建造训练时，可通过一键补充功能快速补充所需资源。那这边建造和科研呢，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除了新玩家之外啦。训练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刨冰需要用到这个功能之外，其实我觉得医院治疗应该也是要添加进去啊。他们特意不要添加，是不是想要让我们医院爆炸像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接集结或者是城市被围殴的时候有这个功能就蛮方便了。那除了这个一键补充功能之外，我希望在未来游戏会增加一键加速的功能，因为我玩其他的策略游戏就是可以点击加速，它把你所有那些加速用光，就不需要你5分钟、1分钟、1小时慢慢去点，一个一个点击会比较麻烦一点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修复了已分解觉醒的传说装备，辉煌女神的玩家时返还材料类型有误的情况。最后一个部分没有什么好讲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了。所以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们最期待更新哪一个部分？当然之后如果有什么爆料图或者是官方介绍的话，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介绍。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